土耳其的重型武装直升机来了，武之时的总师有言在先：中国会有重型武装直升机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日，土耳其推出了 T929重型武装直升机，而且成功地实现了首飞。这款重型武装直升机的最大起飞重量为 11.34 吨，和美国的阿帕奇、俄罗斯的卡52短吻鳄、米28浩劫属于同一个级别。该机成功地晋升为全球第4款重型武装直升机。土耳其也因此而成为了继美俄之后第3个能够自行研制重型武装直升机的国家，抢在了中国的前面。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武之时的总设计师吴希明日前谈到了直升机行业的主要发展方向，并提到了军事领域新项目的开发。这意味着中国正在研制下一代的武装直升机。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对中国下一代武装直升机的讨论呢，也成为了热门的话题。在乌克兰战场上，俄罗斯的先进武装直升机大量被击中，这充分证明武装直升机存在的价值遭到了严重的挑战。一是其生存能力比较差，哪怕是上一代的便携式防空导弹，也能对低空飞行的最先进的武装直升机构成严重威胁。二是武装直升机被无人机取代的趋势呢比较明显，因为察打一体无人机的留空时间长、载弹量、飞行速度都与武装直升机差不多，而它的使用成本则优于武装直升机。因此，中国继续发展下一代武装直升机必然会存在很大的争议。在没有好的办法解决生存能力之前，研制一款像阿帕奇那样的重型武装直升机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必要。不过，现在我们还不能说武装直升机已经不需要了，因为陆军集团军的装甲集群进攻作战，武装直升机与坦克装甲车辆的组合仍然是主要的战术选择。在很多方面，武装直升机拥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它们的垂直起降能力以及悬停、观察和开火的能力，并非现役的察打一体无人机能够替代的。那么，中国真要发展下一代的武装直升机，可能会从哪些方面下手呢？这才是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问题。首先，下一代的武装直升机需要拥有更强的隐身能力，包括雷达、红外和声学隐身。面对各种便携式防空导弹、自行高炮、大口径高炮的威胁，如果无法解决武装直升机的生存率问题，就不大可能研制出满足未来需要的武装直升机。当然，拥有强大的电子对抗能力，在复杂地形条件下的超低空避障飞行能力，也是提升其生存能力的重要因素。第二，更高的飞行速度、更大的航程，也是未来的武装直升机所必须的，以此呢才能提升其攻击范围和快速反应能力。因此，下一代的武装直升机更大的可能是采用新型的共轴双旋翼加螺旋桨推进的方案。武装直升机的生存能力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飞行速度太慢造成的。目前主流的各种直升机的最大平飞速度也就在300公里左右，因此能够让地面的防空导弹从容地进行瞄准和发射。兵贵神速，追求更高的速度，对于武装直升机这类主要用于攻击地面目标、实施近距空中支援的机种而言非常重要。那么，如何最快地抵达战场，实现致命打击，就成为了未来武装直升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目前提升武装直升机飞行速度的方案有这么几个：一是在尾部装螺旋桨，二是采用勤转旋翼的方案。基于中国目前的技术储备，更有可能的是采用螺旋桨推进的方案。最新型的采用螺旋桨推进的高速武装直升机，它的平飞时速最高能够达到400到500公里左右，而这个速度呢，已经超过了主流的察打一体无人机。第三，拥有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和超视距打击能力，成为整个火力打击体系的关键一环。
武装直升机依靠2名飞行员的优势，可以快速地处理对战区的态势感知信息，成为数稍高度的前线战场指挥平台。未来的武装直升机不一定非要直面威胁，如果装备了超视距的导弹，实现用导弹隔山打牛，那么武装直升机的生存率就可以大幅度提升。此外，改善武装直升机生存能力的另外一个关键领域，那就是发展联网作战能力，成为一线部队的应急火力和情报信息支援平台。第四是增强武装直升机操控无人机作战的能力。武装直升机上一般都有2名飞行员，也可以像双座战斗机那样发展中程僚机，为武装直升机配备几架小型的无人机，由无人机执行风险度更高的作战任务，也能够极大的提升武装直升机的生存能力。总体而言，中国发展下一代武装直升机的关键不是发展重型武装直升机，而是要提升武装直升机的隐身性能、飞行速度、信息化水平、导弹武器装备的能力，以及和无人机实施协同作战的能力。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